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故事，是发生在海峡两岸的一段情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神奇，在最绝望的时刻，可能会遇见改变一生的人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角吧，林雨晴。今年31岁，是南京一家3甲医院的妇产科专家。雨晴从小就立志当医生，因为她外婆曾经因为误诊离世，她不想看到更多家庭经历这样的痛苦。雨晴非常优秀，本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，之后又考取了妇产科的博士，师从医学泰斗王教授。她勤奋刻苦，医术精湛，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。患者们都很信任她，因为她不仅医术好，而且特别有耐心，总是会花很多时间向患者解释病情。医者父母心啊，我们做医生的要把每个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，这是雨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可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。去年医院来了个新院长，姓赵。这个赵院长一来就看上了雨晴，三番五次的约她单独谈谈，还送她名贵礼物。雨晴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直接拒绝了。赵院长，我敬您是领导，但请您尊重我，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，请不要越界。谁知道这一拒绝惹恼了赵院长，他开始处处为难雨晴，先是把她调离了重要岗位，然后又减少她的手术量，还在医院里散布谣言说她医术不精。真是岂有此理，凭什么我不接受潜规则就要遭受这种对待？雨晴气得不行，但在医院体制内她又无力反抗。正当雨晴在职场上遭遇困境时，家里又出事了。她的父亲林教授突然被检查出患有罕见的肝脏疾病，这种病在国内很少见。当地医院的几位专家会诊后给出的结论让雨晴如遭雷击。林医生，很抱歉，你父亲这种病在国内治疗经验很少，按照目前的情况看，最多还有1个月的寿命。不可能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不相信医学这么无能。雨晴拒绝接受这个结论，她开始疯狂地查阅各种医学文献，联系全国各地的专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在一篇国际医学期刊上看到，台湾长庚医院有一位陈医师，曾经成功治愈过类似的病例。爸，我们去台湾看看吧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雨晴抓住这根救命稻草。林教授摇摇头，算了吧，我这把年纪了，折腾什么？再说了，去台湾多麻烦啊，手续费用都是问题，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那是您的命啊。再说了，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发达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。我在医学期刊上看到，他们在肝脏疾病治疗方面有些技术甚至领先于世界。雨晴激动地说。林教授苦笑，你这孩子怎么还有这种想法？现在台湾的医疗水平确实很高，特别是在一些专科上。我只是觉得人这一生来来去去，何必呢？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您才60出头，本来可以再活20-30年的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已经申请了台湾通行证，很快就能办好。到时候我陪您去台湾找那个陈医师。就这样，雨晴请了长假，带着父亲踏上了赴台求医之路。当他们到达台北长庚医院时，雨晴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他们得排队挂号，然后等待专家会诊。不是吧？还要排队？我爸爸等不起啊！雨晴有些焦急。他上前询问导医台的护士：“您好，我父亲病情危急，能不能特事特办，先看一下？”护士礼貌但坚定地回答：“小姐，我很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我们医院有规定，所有患者都需要按照流程来，这也是为了保证医疗质量和公平性。不过我可以帮您联系一下陈医师，看他能不能抽空先给您父亲做个初步诊断。”雨晴有些意外于护士的专业和体贴，点点头道谢。过了约莫半小时，一位身材高大的医生匆匆赶来。他看起来40出头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脸上带着疲惫但亲切的笑容。你们好，我是陈志明。听说你们从大陆来，病情紧急，我先看看吧。雨晴连忙介绍情况。陈医师，我父亲被诊断出罕见肝病，国内专家说最多只有1个月寿命了。我看到您发表的论文，觉得您可能有办法救我父亲。
陈志明仔细检查了林教授的各项检查资料，不时点头或皱眉。最后，他深吸一口气说：“情况确实比较严重，但不必这么悲观。我们台湾在肝脏疾病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，加上我刚从美国引进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，我认为有60%希望可以控制病情，延长寿命。如果治疗反应良好，甚至有可能完全康复。”真的吗？雨晴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谢谢您，陈医师。不过，陈志明严肃地说，治疗过程会很艰难，需要一系列的检查，药物治疗和可能的手术，而且费用不菲。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雨晴毫不犹豫地说，只要能救我父亲，什么条件我都接受。就这样，林教授住进了长庚医院。让雨晴惊讶的是，这里的病房条件竟然比他想象中好很多。每个病房最多住2个病人，设施齐全，护士们也特别专业和热情。哇，没想到台湾医院的条件这么好，看来我之前的印象有些片面啊。雨晴不禁感叹，陈志明开始为林教授制定治疗方案。身为医生的雨晴很快发现，陈志明的医术确实高超，而且对待病人特别有耐心。他会花很长时间向患者解释病情和治疗计划，解答各种疑问。这在繁忙的医疗环境中实属难得。陈医师，您真的很认真呢。有一次，雨晴在陈志明结束一天的工作，还在病房里向他父亲解释第2天检查注意事项时，忍不住说道。陈志明笑了笑，这是医生的本分啊。病人把最宝贵的生命交给我们，我们怎么能不认真对待呢？这句话正中雨晴的心坎，他发现陈志明和他有着相似的医者情怀。随着治疗的进行，林教授的情况渐渐稳定下来，化验指标开始好转，精神状态也比来时好多了。雨晴每天陪在病床前，一边照顾父亲，一边学习台湾的先进医疗经验。他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和大陆有很大不同，这里的医患关系更加和谐，医生们不需要面对那么大的压力，能够专注于医疗本身。而且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也让他眼前一亮。真没想到台湾的医疗体系这么完善，这里的医患关系真的很令人羡慕。雨晴感慨道。陈志明解释，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啦，比如医护人员普遍工时过长，薪资和付出不成比例。但总体来说，我们的制度设计确实比较人性化。不过我听说大陆近年在医疗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，对吧？雨晴点点头，是的，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知不觉中，雨晴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每天和陈志明的交流。这个台湾医生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，专业中带着温柔，严谨中又不失幽默。而且他对医学的热爱和执着与他如出一辙。一天深夜，林教授突然出现并发症，血压直线下降。雨晴慌忙按铃叫护士，同时给陈志明打电话：“陈医师，我爸爸情况不对。”电话那头的陈志明正在家中休息，听到消息立刻说：“我马上到。”“你先别慌，按我说的做。”他详细指导雨晴如何应急处理，同时自己立刻驱车赶往医院。不到20分钟，陈志明就出现在病房门口，穿着便装，气喘吁吁。他立刻接手抢救工作，指挥团队紧急处理。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，林教授终于脱离危险。谢谢您，陈医师。如果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爸爸可能就……雨晴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陈志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别担心，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那一刻，雨晴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在医院这个他最熟悉的地方，他却成了需要被人安慰的那个。而陈志明恰好成了他的依靠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教授的病情逐渐好转，雨晴和陈志明的关系也在朝夕相处中悄然变化。他们有太多共同语言，无论是专业上的探讨，还是对医患关系的思考，都能聊得热火朝天。其实我很佩服你。一天晚上，陈志明在医院走廊里对雨晴说，放弃自己的工作，冒险带父亲来台湾治疗。这份孝心和勇气真的很令人感动。雨晴微微一笑，我相信你也会这么做的。再说了，我是单身，没有家庭负担，可以任性一点，单身。陈志明有些惊讶，像你这样优秀的女医生怎么会单身呢？哎呦，您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
雨晴笑道：“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吧，再加上，遇到的人都不太合适。”他没有说出口的是，因为职场上的种种不公，他对男性有些抵触情绪，总觉得他们或多或少都像赵院长那样，把女性当成附属品，那真是那些男人的损失。陈志明真诚地说，这句话让雨晴心头一暖。他偷偷打量着陈志明的侧脸，心想这个台湾医生真的很特别呢。就在这时，陈志明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神色立刻变得凝重。我马上回去。他挂断电话，对雨晴歉意地说，抱歉，我妹妹生病了，得马上回家看看。雨晴连忙点头，您快去吧，家人要紧。看着陈志明匆忙离去的背影，雨晴突然意识到他对这个医生的了解还很有限。他有没有家庭？为什么这么晚还是他去照顾妹妹？种种疑问浮现在心头。第二天，陈志明一脸疲惫地出现在医院。雨晴关切地问，您妹妹没事吧？没大碍，只是她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昨晚突然发作了。陈志明揉了揉太阳穴，还好及时处理了。您妹妹还小吗？雨晴好奇地问。不小了，今年28岁。但她因为心脏问题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需要人照顾。那您父母呢？陈志明苦笑一下，他们5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。从那以后，就只剩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了。雨晴这才恍然大悟，所以您一直是单身。照顾妹妹和病人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。而且陈志明顿了顿，我不想让另一半因为我的家庭负担而痛苦。听到这里，雨晴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个男人把责任和爱都默默扛在肩上，从不抱怨。您真是个好哥哥，也是个好医生。雨晴由衷地说，哎，哪里。陈志明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对了，说到医生，我听护士说你在大陆也是医生。是啊，我是妇产科医生，怪不得你懂那么多医学知识。我看你护理你父亲的手法就很专业。两人聊起各自的工作经历，越发投机。雨晴把自己在医院遭遇的不公也告诉了陈志明，真是太过分了。陈志明听完后气愤地说，这种人怎么能做医院领导？把个人私欲凌驾于医德之上，简直是医疗界的耻辱。看到陈志明如此义愤填膺，雨晴心里暖暖的。遇到一个真正理解自己的人是多么难得啊！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林教授的病情持续好转。2个月后，各项指标几乎恢复正常。陈志明说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。陈医师，您真是神医啊！雨晴激动地说，国内专家说我父亲最多只能活1个月，现在已经2个月了，而且状态越来越好，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陈志明谦虚地说，更重要的是你父亲自己的求生意志很强。雨晴看着病床上正在看报纸的父亲，心中充满感激。不管怎样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父亲今天的好转，我这辈子都感谢不完。别这么说，陈志明温柔地看着雨晴，能认识你们父女是我的荣幸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一时间病房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悄然改变了。那天晚上，雨晴在医院附近的小公园里散步，思绪万千。她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座城市，离不开长庚医院，更离不开那个总是穿着白大褂，眼睛里闪烁着温柔光芒的陈志明医师。这算什么呢？异地恋，跨海峡恋情。雨晴自嘲地笑了笑，我该不会是电视剧看多了，患上了什么医生综合症吧？正当他胡思乱想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林医生，这么晚了还在外面走动，小心着凉。雨晴转身，看到陈志明站在那里，手里提着2杯热奶茶。陈医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雨晴惊讶地问。我刚送完妹妹回家，看到你在这里散步。陈志明走近，递给他1杯奶茶，给你，暖暖手，谢谢。雨晴接过奶茶，两人并肩走在公园的小路上。在想什么这么入神？陈志明问。雨晴轻叹一口气，我在想爸爸的病情好转了，我们很快就要回大陆了。舍不得台北。雨晴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，不只是台北，还有什么？陈志明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他。雨晴鼓起勇气，直视陈志明的眼睛。还有你，
陈医师，我舍不得你。这2个月来，你不仅救了我父亲，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力量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。陈志明的眼神变得柔和。说实话，我也舍不得你们走，尤其是你，林医生。不，雨晴，我可以叫你雨晴吗？当然可以。雨晴感觉心跳加速。雨晴，陈志明慎重地说，我知道这很突然，也许不合适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不仅仅是欣赏你的专业能力和对父亲的孝心，而是对你这个人由衷的喜欢。雨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而且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生活和工作。我知道有很多现实问题。陈志明点点头。但我相信，如果2个人真心相爱，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当然，我也不希望给你压力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都尊重。听着这番真诚的告白，雨晴心中的那堵墙终于轰然倒塌。她微微一笑，其实我也喜欢你，志明。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感情，毕竟我们之间横溢着海峡。海峡不是问题。陈志明握住雨晴的手。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我们可以经常见面。而且如果有必要，我可以考虑去大陆工作，或者你来台湾也行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愿不愿意为彼此努力。雨晴被他的真诚打动了。你真的愿意为我放弃在台湾的一切吗？不是放弃，而是追求更重要的东西。陈志明认真地说，遇到对的人比任何事都珍贵。再说了，作为医生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能救死扶伤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就这样，在台北的夜色中，2颗心越靠越近。然而，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。当雨晴向父亲表明自己对陈志明的感情时，林教授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支持。爸，我喜欢上陈医师了。雨晴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。林教授放下报纸，沉默良久。我看得出来，你们很般配。但是女儿啊，你考虑过以后吗？什么以后？你们一个在南京，一个在台北，怎么生活？再说了，陈医师还要照顾他妹妹，你能接受这种家庭责任吗？雨晴没想到父亲会提出这些问题。爸，我们可以克服的。我可以来台湾工作，或者他来南京。至于他妹妹，我很乐意和他一起照顾她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林教授叹息道，两岸虽然交流频繁，但毕竟隔着海峡，生活习惯、价值观都有差异。你们现在是在热恋期，等这段时间过去，现实问题就会一一出现。雨晴有些生气，爸，您不是最支持两岸交流的吗？怎么到了我这里，您反而顾虑重重了？林教授摇摇头，我支持的是学术交流、文化交流，这和儿女终身大事是两码事啊。看到女儿失望的表情，林教授又软化了语气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定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多了解彼此，不要冲动决定，感情需要时间检验。雨晴点点头，我明白，爸，谢谢您的理解。另一边，陈志明向妹妹陈小慧透露了自己对雨晴的感情，得到的反应也出乎意料。哥，你认真的吗？小慧睁大眼睛，你知道林医生会离开台湾对吧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想办法的，陈志明说，也许我可以去南京工作一段时间。那我怎么办？小慧有些委屈，我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检查，而且熟悉的医生都在台北。陈志明顿时陷入两难，小慧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也许雨晴可以来台北工作。哥，我不想你为难，小慧叹了口气，但我担心你会后悔。你们认识才多久啊？就做这么重大的决定？面对妹妹的担忧和父亲的质疑，雨晴和陈志明意识到他们的爱情不能仅凭一腔热血，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和智慧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。林教授终于康复出院了。按照计划，他们将在1周后回南京。临行前的那个晚上，陈志明请雨晴和林教授吃饭，地点选在了台北101大楼旁的一家江浙菜餐厅。林教授，雨晴，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饯行宴，希望你们在台湾的这段时间过得愉快。陈志明举杯致辞，陈医师，多亏了你的精心治疗，我才能获得新生。林教授感慨地说，说实话，2个月前我几乎放弃了生的希望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又年轻了10岁，
饭桌上气氛融洽而又有些伤感。大家都知道明天过后就要分别了，这顿饭吃得特别慢，似乎想把时间拉长一些。吃完饭后，陈志明提议去附近的公园散步。林教授识趣地说自己有些累了，想先回宾馆休息，让两个年轻人好好道别。公园里，雨晴和陈志明手牵着手，默默地走着。要不是爸爸生病，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相遇。雨晴感慨道：“这就是缘分吧。”陈志明停下脚步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。雨晴，这个送给你。雨晴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精致的银项链，吊坠是一个小小的听诊器。这听诊器象征着医者仁心，也是我们相识的纽带。陈志明柔声说：“我希望你带着它，就像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一样。”雨晴眼眶湿润了，谢谢你，志明，我会一直带着它的。雨晴，关于我们的未来，我想了很多。陈志明正色道：“我知道现在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和牵挂，不能轻易改变现状。但我想和你承诺，我会尽力创造条件，让我们能够在一起。”我也是，雨晴点点头。我回去后会和医院谈谈，看能不能申请到台湾交流的机会。先别着急决定，我们可以先保持联系，经常见面，多了解彼此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情况，然后再做决定。陈志明理性的建议：“你说的对，感情需要时间来沉淀。”雨晴赞同道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在月光下交换了一个轻柔的吻，为这段跨海峡的恋情画上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休止符。回到南京后，雨晴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首先，她向医院递交了辞职信。面对赵院长的百般阻挠和恶意刁难，她毫不妥协，最终成功离职。不好意思，赵院长，我不会再忍受您的打压了。雨晴在离职面谈时直言不讳，医院不是您的私人王国，医生更不是您的玩物。希望您能真正尊重医护人员，让医院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。随后，雨晴应邀加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医疗集团，担任妇产科主任。这家医疗集团有台湾背景，经常和台湾医疗机构开展合作，这为他和陈志明的往来创造了便利条件。而陈志明那边也有了新的变化。他的妹妹小慧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认识了一位在台北工作的大陆青年，两人渐生情愫，交往半年后决定结婚。这意味着陈志明肩上的负担减轻了，他有了更多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哥，现在轮到你追求自己的幸福了。小慧在婚礼前夕对陈志明说：“雨晴姐是个好人，你们很相配，不要因为我而耽误了自己。”就这样，在经过1年多的异地恋后，雨晴和陈志明终于迎来了两人关系的重大转折。在林教授的见证下，他们在苏州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看到你们终于走到一起，我这个老头子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了。林教授在婚礼上感慨道：“陈医师，不应该叫你志明了。谢谢你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给了我女儿幸福。”婚后，两人选择了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，半年在南京，半年在台北。在南京期间，雨晴继续在医疗集团工作，陈志明则在当地一家3甲医院担任特聘专家。在台北期间，两人都在长庚医院工作。这种安排虽然有些辛苦，但也让他们有机会体验不同的医疗环境，积累更丰富的经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搭建了一座两岸医疗交流的桥梁。雨晴和陈志明经常组织两岸医学研讨会，促进医学新技术的共享和传播。他们的故事也鼓舞了更多两岸年轻人勇敢追求爱情和事业。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雨晴在一次医学论坛上说：“我希望有朝一日，海峡不再是阻隔，而成为连接。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情感上，我们都能真正走到一起。”3年后，雨晴和陈志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取名海桥，寓意连接两岸的桥梁。这个小生命的诞生，仿佛是对他们跨越重重困难的爱情最好的祝福。我们的故事，陈志明望着怀中熟睡的儿子，对雨晴说，证明了爱能够跨越一切界限。是啊，雨晴靠在丈夫肩上，幸福的微笑，感谢命运的安排，让我们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相遇，然后携手走向光明。最后丽姐想说，生活中的困难和阻碍总是存在的，
但只要我们秉持着希望和勇气，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上天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。就像雨晴和志明一样，在最绝望的时刻相遇，然后共同创造了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